大家好，我是李清泉，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神秘笔记。它由一位来自四川北部的神秘年轻人所遗留。在润色这期内容时，我发现其中内容更加的光怪陆离，它既让你觉得不可思议，却又处处透着合理。开篇，1982年8月11日，新疆中部沙漠，我站在茫茫的黄沙中，感受大地的苍凉，捕捉着沙层下微弱的脉动。几天前，我借助符号之力确定了这个地方，在无尽的沙海下，竟然隐藏着一处玄黄秘境。据传，宇宙之初始源能量孕育了最初的生命体元灵，它们天生能够掌控自然，说肩负着寻找天地玄黄的使命，以实现物质与灵性的最终融合。为此呢，元灵在人间设下秘境，隐藏在未被发现的山海之间。那随着岁月流逝，元灵消失，只留下这些秘境，隐藏着人类的终极秘密。沙漠的白天如同蒸笼，夜晚却冷得刺骨。为了保存体力，我将自己埋在沙中，避开炙热的阳光，只为更好地利用符号之力定位。终于，我找到了正确的地点。我在沙面布下符号阵，启动后，厚重的沙层缓缓地裂开，露出一个深邃的通道。越往下，符号之力就越难控制，我也越发吃力。几个时辰后，当我精疲力尽之时，通道终于完成。我从包中取出代表10符号的黑曜石粉和代表木符号的竹节灰，混合龙骨露，在胸口画出幽符阵。这是一种护罩法阵，能规避滑行时或下方未知的危险。此阵会自动的引导元落的力量进行防御或攻击，取决于使用者的意图。沿着通道小心下滑，进入了地下世界后，我惊呆了。清新的土壤气息夹杂着异香扑面而来。洞顶离地面至少300米，宽敞的通道连接着多个独特的生态和地质特征的洞穴，说水流潺潺，空气清新，就仿佛进入了一个世外桃源。那最大的洞穴能宽达1公里，长2公里，高度能达到200米。这里有地下湖泊和河流，形成独特的微型气候，湖区生物丰富，植被茂盛，甚至有地热活动。那每个区域都有独立的生态系统，物种繁多，令人目不暇接。我看到石灰岩的天然溶解造就了这片地下仙境，得益于地热和流水。这里的湿度和温度据我计算应该常年保持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。尽管位于地下，空气却流通自如，天然的通风口和地质裂缝使这里清新宜人。地下河流纵横，矿物质丰富，足以支撑着这个复杂的生命网络，也为无数的水生生物提供了清澈的栖息天堂。有温泉，有瀑布，包括有大量的石笋和钟乳石和天然桥梁构成了奇异的地下建筑，这个建筑就散发着特别古朴和神秘的，具有一种特别的美感。更奇的是，这里生活着多种适应黑暗的生物、自发光的植物、昆虫，以及以地热矿物为食的特殊生物。那洞壁和洞顶覆盖着发光的苔藓和真菌，那还有发光的鱼类和飞舞的昆虫，就宛若漫天的星辰，为洞穴提供天然的照明。那或许远古时这片沙漠曾是汪洋大海，随着地壳运动和气候变化，海洋退去，蒸发的海水留下了岩层和沉积物，地下水溶解这些岩石，雕刻出庞大的洞穴系统。那我走进中央的湖泊，湖面清澈见底，散发着神秘的光芒。正当我沉浸在这些奇幻的景色中时，湖底传来一阵低沉的嗡鸣，气泡翻滚，一群发光的生物迅速向我逼近，它们冲出水面，发出诡异的鸣叫，直朝我袭来。我急忙运用符号之力抵御，但空间似乎扭曲了，它们突然隐匿不见。这也不是什么隐形，就是通过影响光线和时间感知，能在关键时刻消失。我下来前参考古籍，提前布下幽符阵，其中的10符号会大大的弱化这种效果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但我不愿意伤害他们，所以说我只得用符号之力驱散，并困住了一只最大的。近距离观察这种兽令人惊叹，它体长约12米，流线型的身体覆盖着蓝红渐变的鳞片，似乎能随环境变化。体内嵌有复杂的发光系统，它移动时就散发着特别柔和的光芒。它应该是防御方式。它头部较小，拥有2只大而透明的眼睛，瞳孔深邃，散发着微弱的光。鱼鳍状尾巴增加水中的机动性，还有一对薄膜状的翅膀，展开时宽大而透明，边缘闪耀着如露珠般的光点，使其在空中能高效的飞行。我看到它们具备双重的呼吸系统，水中利用鳃赭，空气中利用肺部。发达的喉部气囊使它们在飞行或快速移动时发出低沉的轰鸣，用于领地宣示和群体沟通。它
对领地极为敏感，对我的到来显然充满敌意，发出警告无效后便群起而攻之。古籍记载，天地初开之时，始源能量还孕出了名为庭奇的神秘生物。庭奇贯通天地，时而化作巨鱼遨游深海，时而化作苍鸟翱翔九天，能操纵幻觉，对现实改变感知，打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。据说在极深的海底才能看到它们，但如今它们的境遇似乎与我相似，困于天地一隅。那我需要他们的鳞片来寻找玄黄秘境的符号指引，解开秘密。按照古籍记载，我就将鳞片放在代表光符号的水晶上，它可以封存并放大鳞片的光芒。我小心翼翼地剥下几片鳞片，放开它后，我拿着鳞片沿最大的洞穴向左探索。那一路上，我看到每个小洞穴都是独特的生态系统，也验证了古籍中的记载，说园林消失后，先民利用这些天然结构扩建改造，创造了既是避难所又是保护珍稀动植物的秘密基地。他们利用地下恒温，保存着重要的文化遗产和生物多样性。但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在逃避什么？又在保护什么？这个世界究竟还有多少秘密？我来到左侧最深的洞穴，却一无所获。但此时我已经很累了，我决定返回最大的洞穴，休整再做打算。重新回到这里，我拿出笔记，细细地记录了眼前的一切。这里简直是人间仙境啊！我不知道如何形容他说的，但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的洞穴，如越南的孙东是世界上最大的已知洞穴之一。宽度和高度均可达到200米，长度超过5公里。但在沙漠底下还有这种世界，实在是神秘。更重要是，他笔记中对地下世界的形成和地质特征的描述，我咨询过学地质学的朋友，他认为极其合理。1982年8月17日，离开沙漠已有数日，但我还没能整理出我在玄黄秘境的发现，因为我消化了很久。不过我甚至觉得属于我的路越来越清晰了。那天我回到最大的洞穴休整，细细地观察着各种未知的植物和生物。这种全新的生态系统太美了，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，这里的某些植物似乎拥有意识。当我疲惫地靠在一朵发光的花旁，花朵的光芒逐渐暗淡，花瓣微微地垂下。但等我恢复精神，再次望向它时，它又绽放出光彩。我尝试与它互动，但当我感到悲伤，花朵的光芒暗淡；当我回忆快乐，它又逐渐明亮，甚妙。恢复气力后，沿着洞穴向右深入，来到最深处，这里空间狭窄，几乎没有植物。我用随身携带的鳞片照亮光秃秃的岩壁，发现光线在岩石上显得格外耀眼。我意识到来对了，我用鳞片慢慢地照射墙面，显现出一个阵法。那我就按照指引布下此阵，但很快发现缺少必要的材料，我的心情瞬间跌入谷底，因为只能上去寻找了。但就在我返回在第3个小洞穴时，我在发光的苔藓下找到了代表土符号的褐色粘土。那看来洞穴中应有所有材料，于是我就穿梭各个洞穴，终于收集齐了，足足花了我1天的时间。我启动了符号阵，眼前出现是一片奇异的光线，这些光线它不是星光，也非自然现象，像是无形之界的投影。无形之界是一个既存在于现实又无法被人类意识察觉的世界。我知道自己进入了玄黄秘境的核心，介于有和无之间的地方。这些光线或者说有着边缘，是从那个空间泄露出来有形存在。我看到了古老的城市和人们，各色人种，他们似乎能自由地运用符号之力在空中飞翔，耳边风声呼啸，但这一切又透出难以言喻的荒凉和古老感。我感受到这就是无形之界啊，是我们世界的阴影，人们在梦中都可能到达，却从未在清醒中意识到。这里就是古籍中记载的云泽古邑，这座空间或是古城，居民早已离去，但它依然活着，像人类一样活着，这是很重点的，等待着某种归来。我看到当时的人们拥有掌控有和无之间平衡的能力，他们可以让任何存在消失，那也可以创造出不存在的东西，并有极高的道德水准。但我也看到了贪念的蔓延，压抑着无法名状的氛围，侵蚀着一切。有人陷入疯狂，喃喃自语，他们还在那里等着我们完成那个使命。我看到了园林们的命运，他们并未消失，而是被人类贪婪地夺取他们的力量后，选择将符号打散，融入万物之中。他们化作空间的意识、通道和守护者，这个空间的规则与我们截然不同，个体存在的意义也迥异。我在那个由符号和光影构成的空间里看到的守符人，原来正是园灵所化。我还看到那个有园灵存在的古老文明，他们确实拥有掌控元素的力量，
文明比地球上任何已知的文明都古老而高级。我试着感受它的意识，它告诉我，地球的历史只是宇宙故事极小的一部分，许多真相远超人类理解。当时我有太多想问了，就是你如此强大的元灵，你为何会被人类想取力量？他所说我们的历史只是宇宙故事中极小的一部分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那这个世界有多少秘密，但却没有答案。我能感受到他的意识，但他却感受不到我的，我已知足。那不知朋友们怎么看？他的笔记中对于元灵和云泽古义的描述，似乎更接近我们俗称的神或神境。那为此我也查了许多古代典籍，就是你要剥离后人不断加工后的核心内容，你会发现与他描述的十分吻合。如果这一切成立，那么说明每个人都有成为所谓神明的权利。那例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所言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这意味着人与天地自然相通，每个人都拥有与天地共鸣的权利。而这种权利的核心在于对于符号的理解，正如他在笔记中不断的强调符号的力量。事实上，世界上的文字、物理公式、化学符号乃至神学中的仪式符号，本质上都是符号系统。他提到元灵将符号打散，融入了万物之中，这不正印证了我们的世界本质是由符号系统构建的吗？可以肯定说，如果没有这些符号，就没有我们现在的文明。我们所能达到的高度仅起于我们对这些符号的理解程度。举个例子，他理解了修行的符号，他成为了修行者；你理解了物理符号，你成为了物理学家；我理解了文字符号，所以我在这儿做自媒体。1982年8月26日，喀拉昆仑山脉，这是我此行的第二个目的，我还是找来了旧界。多道者们利用术法创建了一个与人间界截然不同的神秘领域，称为旧界。这种行为完全背背了始源能量创世的初衷。出发前我还担心老师会阻拦我，但他却说执念不开，难解天道，所以我很开心他能这么想。我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我使用阴遁术使自己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，几乎无法被察觉。这是一种不需要阵法纯粹的术，但又心如止水，没有杂念。这样你才能在阴遁时减少身体的物质感，增强与周围环境的融合度。但这显然不符合我此行来的目的啊！我只能强行引导元洛控制自身，以符合阴遁术的方法。毕竟上次面对一个多道者，我已十分吃力。顺着山脉越走越深，我发现旧界不仅仅是物理存在，更是超越现实的门槛。它连接着过去与未来，现实与幻想。这种存在看似矛盾，却如有与无的循环，孕育着无限可能。所以修行者的区别于其他人是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。但我想说的是，这世间人与人的区别又何尝不是呢？视角越局限，越缺乏自我意识。没有意识就没有判断，没有判断又何谈包容？没有包容就只剩偏见。那一旦产生偏见，也就主动放弃了命运赋予自己的种种可能，永远跳脱不出去，你就困着吧。刚到山脉深处，我明显感受到这是一片被封印的土地。我开始解读旧界屏障上的古老符文，每解开一符，空气便微微颤动，波动逐渐变大。符文的指引下，山谷间缓缓开启，旧界的光透了出来。进入后，我最大的感受是这一切又陌生又不合理。有好多我从未见过的奇异生物和植物，就天空中没有太阳，只有一轮巨大的银色月亮，柔和的光芒照亮了整个空间。太阳至阳对修行者的纯粹修炼注意不大，而月亮却能持续的滋养，提供平衡的能量。它既蕴含太阳的力量，又不是太阳那般炽烈。这正是为何修行者喜欢在月夜修炼，但这不符合自然规律。我注意到时间和空间在这里被古老的符文之力扭曲，难怪有那么多的既年轻又苍老的怪物。老儿曾说，堕道者裹挟天下奇珍异兽，修炼术法绝不会让人类发现，更不会为人类所用。我继续往下走，周围的环境越发诡异，植物形态怪异，有如扭曲的藤蔓，有的如透明的水晶，甚至有的仿佛由纯粹的光构成。当然，我也认出了一些奇珍异宝。这还只是旧界的最外围，我来之前答应老师不会深入里面，但我真是越来越好奇了。我走了一段路，耳边传来低语，但是无法理解却又似曾相识的音。过后我想了很久也没有想出来。突然一股无形的力量将我牵引到旧界外围最隐蔽的地方，我施展符号之力，感到与秘境中类似的意识元灵的存在，这令我非常震惊。那我立刻参照秘境中的法阵进行布置，知道他定有话要说，但是我又想到没有材料，突然像是我第一次顿悟时看到的符号从空中倾泻下来，只不过这次我能看懂。第一个来自为宿命。
第二个，它应该是表达它是园林。第三个，轮回将起。第四个符号虽然断续难解，但是我还记下了下来。平衡已失，颠覆秩序，巨灾将至，阻止寻恢复。我这会儿明了了，堕道者他不仅裹挟了奇珍异宝，他还控制了园灵。旧界的核心能量来源正是园灵，这也验证了我和老师的猜测：堕道者不可能凭借术法创造出一个与人间截然不同的空间，园灵才是关键。但他们是如何控制园灵的，仍是谜团。当时我正在思索，最后一个符号突然出现，离。我来不及多想，转身就跑，但是没跑几步，3个堕道者已经涌了上来。他为什么说是涌了上来？他既不是飞，也不是走，而是像水母那样在移动。虽然我此刻是在跑，但是他们出现也正合我意。我来之前早在身上画满了阵法，我迅速用符号之力施展出防御阵法。他们的术能吞噬元落能量，上次我就见识到了，防御在迅速崩溃，但这次我有备而来。既然你能吞噬元落的能量，那我就让你承受过量。为了这，来之前老师陪我练了很久。我放开对符文之力的控制，此处元落极其旺盛，源源不断的能量涌入体内，我将其全部导向他们，他们痛苦不堪，毫无抵抗之力。但此时又有2人出现，他们看穿了我的方法，不再主动攻击我，而是在我放弃控制符号之力的间隙攻击我。我也只好边战边退，寻找脱身之法。我的优势逐渐减弱，但我内心却异常平静。不知来时之意，何须知去时之期。我并未打算逃跑。那就在此时，老师出现了，熟悉而强大的能量从我身后喷出，将他们击退。老师嘴上那么说，心里还是放心不下，跟了过来。他拖着我迅速离去。我回头望去，堕道者并没有追来，或许受了重伤，或许忌惮老师的力量。总之，我还是低估了老师。一路上我们并没有说话，走出山脉，我们坐在林子中休整。他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不约而同的都笑了。我此时拿出笔记，老师说：“你还在记录这些吗？”我点点头。不知为何，今天的我格外开心，我的路才刚开始。1982年8月26日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期就这样了。我讲的故事，你们可以认为这是我或者他的妄想，但是我里面的道理绝对是真的。如果这个视频引起了你的兴趣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并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通知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新的内容。感谢你的观看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谢谢大家。